又有幸和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共同来研究探讨珐琅彩这个专题。那么在之前呢，我给大家已经讲过康熙的和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的一部分。那么康熙和雍正呢，我想这个之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强调了几个地方。那么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在工艺上，尽管我们讲是由景德镇烧造瓷器送到造办处来这个再加工，但是呢，它这个方法呢和后来的雍正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谓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康熙时期早期，它主要是模仿铜胎画珐琅，所以它的各种的装饰技法是完全按照铜胎画珐琅的这种装饰技法进行描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器物的表面，由于技术不是很熟练，所以呢，它是用的色胎。康熙时期的珐琅彩是在色胎上加彩的，这个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因为技术不是很成熟嘛，所以为了防止烧造过程当中这个彩呢不能吸附在器物的表面，起不到一个装饰的作用，所以呢，用色胎来加彩呢，更加容易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而正是这一块呢，和雍正不同。雍正是在白釉上加彩，这一点是和康熙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之前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注意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康熙、雍正，那么康熙是什么状态，雍正是什么状态，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三一个是什么呢？第三一个就是康熙时期它所装饰的纹样，我们先不去说它早期的很多画法呢带有西洋化的这种装饰技法和色彩我们还是讲仿制的比较成功的，完全按照中国人的这种审美理念去装饰的这一部分。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花无鸟，它的这个装饰纹样相对比较单一，这是康熙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仅是在我们瓷胎上是这样，其实铜胎画珐琅也是如此。这个呢，也是我们一定要掌握的因为到了雍正时期呢，雍正时期它更强调的是质地的美，也就是说，这个胎和釉是瓷器本身的一个强项。那么如何能把它更加的锦上添花？那你就不能用康熙时期的特点把整个这个器物表面全部把它覆盖上，而是有意识的把里边的白釉和外边的白釉以及它洁白如玉的那个胎，通过我们的装饰能使它很好的发挥出它本身的自身的美。这个呢，就是我们讲雍正和康熙最不同的地方，而且是个颠覆性的不同。
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那么同时我们也讲了，就是在洁白如雪的或者如玉的瓷器表面，除了画花鸟翎毛啊、竹石山水，甚至还画了什么呢？楼台亭阁。这个就是雍正在原来的基础上是发扬光大了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康熙和雍正时期呢，在装饰纹样上的，以及利用器物本身的胎和釉这方面，两者之间是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知道的。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雍正皇帝呢，更加讲究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艺术的美，所以呢，他把我们中国化的表达的内容，比如说诗、书、画、印啊，把它融为一体，在瓷器上加以表现。这个呢，就是使我们看到的这些器物啊，已经完全摆脱了它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实用器，而是把一个实用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艺术品。这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我们所有的学的人、收藏的人必须要了解的。那我们为什么评价雍正时期的瓷器，无论是仿古还是创新，在这些方面，雍正都比康熙、乾隆时期要高雅了很多啊，逼真了很多。这就是雍正帝啊，在这方面啊所做出的极大的贡献。这个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这个概念。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讲到康熙积极的提倡和参与那么这个呢，他是把握了一个大的方向，最后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满足了他的夙愿。那么雍正帝呢，是在康熙帝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他是直接的去参与，并且还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这个呢也是这个康熙帝所不及的地方。而正是因为他的直接的指导，所以呢，我们看到雍正的东西呢是更加的秀美更加的秀美。我们这儿呢有一个这个雍正9年4月珐琅座，它有一个记录17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百瓷碗一对，奉旨着将瓷碗上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做带翎篆字严师勇题写。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要这么做，而且要这么写我们等会儿我们讲完这个雍正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把雍正时期的一些珐琅彩的这个纹饰给大家看，其中就有刚才我们讲的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带翎撰写诗有这样的东西，是个能对得上到时呢，我们让大家来共同欣赏，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台湾，我们北京故宫是没有的没有的。那么所以说，雍正在位的13年里边，工书善画的宗室阁员与词臣经常奉命创作，并属于成字款。这个里边比较著名的有很多人一个是允禧、张廷玉、张照、王树、蒋廷锡、高期佩、唐代周逸贵包括带翎，周逸贵或花鸟的，这个蒋廷锡也是画花鸟的，这些都是在当时宫廷里边的一些非常著名的画家
他们都积极地参与到珐琅彩的制作当中来了。所以这就是当年这个赵万初他发挥了他的一个优势，集天下之优良画师和工匠，使这个瓷器本身的艺术水准提高了非常大的一步。所以此时期书法作品承袭唐宋以来贴削传统，山水画延续清初的正统我们叫画院派或者说宫廷画派属于正统的四王这个呢，四王的山水对于我们宫廷画的影响非常大。这就是王师敏、王建、王元祁和王辉这个四王对当时的宫廷绘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在宫廷的绘画当中，而且在我们的珐琅彩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御窑厂里边，甚至对我们民间窑的青花山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我们学陶瓷的人多少应该要有一些了解那种山水画画成这样，用小斧劈皴之前用的是披麻皴，后来用斧劈皴，那么这些东西多少都对它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一个画花鸟比较有名的一个常州的画家恽寿平、恽南田。虽然他不是宫廷画家，但是他的作品也是被这个宫廷画家们这个捧得比较高的一个民间的艺术家那么这个人呢，也是绘画属于我们讲这个绘画当中的墨骨画法，以及我们粉彩当中的墨骨画法，都是直接受了恽寿平恽南田的影响。这个我们应该了解所以每于年节时令、帝后寿辰等重要节目节日，奉御制作各式制裁，所以这个工整细致的应景作品，所以就充分的体现了雍正时期这种典雅精细的艺术品味。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对这个雍正时期的陶瓷艺术评价那么高，它是有很多原因的很多原因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直到今天我们大家都对雍正瓷器的评价我们最明显的，尤其是我们在市场上走来走去走的比较多的，或者做这个生意的人，大家都知道雍正落雍正款的东西就比落康熙款、乾隆款的东西它的价格要高很多。当然康熙也有经典之作，乾隆亦然。那么这些毕竟和整个一个时代的潮流的东西相比较的话，那还是显得弱势一点不能和雍正相比。所以这就是我们讲雍正为什么他的作品受到我们整个市场的追捧，受到我们文博界包括我们一些收藏家的追捧的，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雍正珐琅彩，它的诗句配的是闲章不是用的帝王，我们讲年号年款都写在底下了，所以它上面画的花鸟也好，山水也好，它上面落的是什么呢？落的都是闲章，比如银手章这个它的这个后面的章词尾的章闲章，都是另有一番
情趣啊，另一番情趣。那么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雍正时候啊，他这个诗句配的闲章，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用浅淡的胭脂红材料书写啊，他的闲章是用胭脂红，我们讲是画出来的啊，但是他画得非常好，就像我们平时用的那个章一样啊，画得该规整的地方规整，有方有圆啊，该见方的见方，该圆的地方圆。闲章的内容呢，往往与诗画及诗文相呼应，这个康熙没有啊，我们只见到啊这个万寿无疆为康熙贺寿的，但是呢，雍正呢，他这个不一样了啊，他是把这个碗上边、盘上边落上诗句，然后银手落个闲章啊，词尾再落个闲章啊，很有意思。那么银手章与词尾章的搭配呢，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它不是随便搭的啊，信手拈来拿一个管它3721就往上弄，不可以，非常严谨。比如说银手章为佳丽者，那么词尾的闲章呢，就应该是京城续影，或者呢叫翠浦霞影啊。那么也有叫寿谷相亲啊，它每一个字都非常雅致。君子续影，四时长春，彬然君子，碧霞相亲。哎，它就是银手章用佳丽的时候，他会用这些来搭配。如果银手章为先春者，那么它的词尾的闲章是什么呢？比如说寿谷相亲君子，寿谷君子，对吧？如果银手章是祥彩，那么底下呢就会落寿如相亲彬然君子，是吧？那么所以这种搭配啊，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比如说银手章是寿如，那么它底下可能是四时长寿，德高志远，山高水长，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等一会儿在我们的幻灯片里边给大家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专门强调一下它的银手章，它的词尾闲章是什么？比如说人和它的词尾可能是四方、清艳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几点呢，是雍正时期他在装饰瓷器用珐琅彩在绘画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在这些方面着力于把我们诗书画印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和碗盘或者是瓶等等器型上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一点是康熙没有的，雍正开了先河，同样乾隆也是继承了雍正的衣钵继续发扬光大。这一点呢是雍正独创的这个呢与雍正的喜好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在器物上运用诗书画然后闲章的搭配。那么再讲呢，就是雍正珐琅彩款式它也是有讲究的。这个基本上呢是双方框它是用双的方框，用的是宋体。这个大家注意我们康熙用的是楷体，雍正用的是宋体。若雍正年制
四字蓝料款，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款的落法很重要啊，一定要注意。康熙用蓝料款、红料款啊，也有青花款。那么雍正呢，同样主要是以蓝料款为主，而且是宋体的。当然也有用青花双圈内写大清雍正年制6字2行楷书款的。这个是在珐琅彩当中，它是极个别的，数量非常之有限和刚才前面讲的是比起来是非常少非常少。而雍正御制呢，这种青花款也非常有意思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在市场上经常能见到这种青花款，却大多写在什么上面呢？写在樊宏帝九秋花卉图文的碗底下，同样也是双方款，底下写什么呢？雍正御制。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因为我们自己呢，从80年代初就开始收集这个瓷器瓷片标本研究学习。那么后来呢，当然是从我们那儿我们那儿是源头了，全国搞这方面这么玩的，这么学习，这么研究的是从我们那儿开始的，然后遍及全国北京呢也形成了一个市场曾经呢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讲，他说呢他那有一个雍正御制青花的双方款的一个碗底。我说这有什么呢？这个有这么一个款嘛，等于就这么一个标本了，在学习用嘛还是蛮好的。他说不是，不仅仅是这件东西可以研究，他说在市场上很贵。我说贵能贵到哪儿去呢？是吧？他说你不相信，我可马上打电话告诉你，这种在市场上可以卖到超过13000到15000，我当时吓了一跳我没想到这种东西居然这么昂贵。我相信镜头前的很多朋友可能你们也接触到这些因为我们最初搞收集标本瓷片那种完全是为了研究学习用的，没想到它会卖钱，最后它居然变成了商品，这个让我们大出意外这真是脑洞大开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九秋图底下写这个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么一件事儿当然市场既然有这个需求嘛，那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呢，作为研究来讲呢，我们看到的雍正时期青花这种雍正御制款呢，确实在这个上面出现的，这还是非常少见的。当然，除了它以外，也有个别的在其他上面出现的都是个别，但是我们见的最多的，主要是在这个樊宏帝九秋图上边这个见的比较多。那么当然也有偶尔个别的呢，是在胭脂红帝花卉珐琅彩茶园上边有雍正御制青花款的，这都是极个别那么以及呢是蓝底花卉篆书万寿无疆文的这个珐琅彩碗上边这个呢我们这个尤其讲到的这个雍正御制款尤其是青花款这个上面数量不多数量不多。那么胭脂红这个用胭脂红料来写款这种情况呢，在雍正时期呢就非常的罕见了非常少当然这也许呢是我们这个孤陋寡闻，因为我们手上所掌握的资料，这个和台湾故宫博物院相比的话，我们只能说寥寥无几，太少了我们也没有这种可能性跑到台湾故宫博物院库房里去把它翻一遍，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啊，只能说我们有机会啊去台湾故宫博物院参观的时候，人家摆出一些来啊，我们去看一看，学习学习，啊，或许呢，将来这个学术交流有这种机会啊，但是目前来讲，这种机会是不太多的，啊。好，我来先把一些照片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碗呢，上面写的是万寿无疆啊，是蓝地啊，这个珐琅彩的啊，这个贺寿的这么一个碗。那么这个碗呢，这个花卉碗呀，基本上它是延续了康熙时期的这种装饰技法，所以你看它的底面蓝釉，它是没有压到的。大家注意啊，我强调这个东西底下我们在乾隆时期是一定要碰到的，但是在康熙没有，雍正没有啊，这也是我们在鉴定瓷器的时候，这个装饰技法以及色彩的搭配，对于我们鉴定瓷器啊，它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这个从易趣说开始啊，易趣杂谈开始，一直都讲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经常会不厌其烦的在强调这些问题，主要是加强或者强化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脑子里要有反应，同时要把这些问题要把它记下来，这是我们鉴定的关键要素。这个也是一样，看这个造型和康熙也是如出一辙啊，如出一辙。好，我们来继续，看见没有？万寿无疆啊，就是这个碗，所不同的主要在这个位置上。大家看见没有？这个碗呀，碗底下写的是雍正御制，而且用的不是蓝料款，用的是青花款啊。这种情况属于个别现象啊，因为我们要知道，雍正帝在位只有13年，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到这件东西应该是雍正早期的作品，因为它挨着康熙，本身康熙成熟的作品，也就是在康熙57年到61年这几年之间，像这样的造型延续到雍正，这些师傅们将精就熟，已经是非常熟悉了。所以做这样的东西啊，除了底款不同以外，其他完全一致啊，完全一致。只不过呢，他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时候啊，或许啊，督陶官没有强调说底下不要加款，而是按照传统的意识啊，直接在上面就加了一个这么款，所以烧出来以后就直接送到了宫里来，再加上彩。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很特殊的与康熙相类的这种作品当中有这么一件东西啊，非常特殊啊。好，我们继续。这个是用宁穆皇帝这个上面是石头太湖石灵芝、兰花和这个不是樱桃了吧？这应该是这是枸杞了像枸杞一样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部分这个上面有诗的，大家注意。云深琼岛开仙境，春暖直兰花自香。注意上面的银手款，刚才我们第一个讲的就是佳丽，寿骨相亲，看见没有？大家要注意的是这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在柠檬黄上面用胭脂红料彩写的款
我在这儿特别强调是用的胭脂红啊，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款啊，它是蓝料款，它不是正方形的，它是窝角，里边也是窝角，外边宽里边细，用的是仿宋体或者叫宋体啊，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注意的关键所在啊，关键所在。好，我们继续。我们看到的这是胭脂红地梅花纹茶园，这是一对儿啊，胭脂红地。这个胭脂红本来就是珐琅彩的材料啊，再加上画的是梅花啊，点的是用的柠檬黄点的这个花心啊，颜色呢非常好看，而且这种绘画技法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啊这种梅花啊，这种球枝画的花开的那么的繁茂啊，这种球枝画的那么的苍劲，完全是按照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啊来描绘的。那么这个底下呢，刚才我们看到是方框款的，这个呢同样用的也是蓝料书写的，请注意，它没有双方框，既不是正方形，也不是窝角，干脆就没有框。这个呢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要各式各样的它这种落款的形式，也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一个问题啊，也记住的问题。好，再来，这个呢也是一间茶园，胭脂红地啊，上面画的缠枝花卉，请大家注意底下的落款雍正御制啊，非常有意思。用蓝料款啊，它一定是雍正年制；用青花款，它写雍正御制。哎，这个青花和料材本身呢，看来这里边还是有不同的要求，所以给我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两种啊落款形式和书写的内容。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我这个香港的一个朋友收藏的啊，这个也是一个珐琅彩，大家要注意啊。但是呢，我等会儿还会强调其他，我先这么讲。这是一件樊宏帝的九丘图啊，这个里边呢基本上都是小花啊，基本上都是小花。那么我们看看底下啊，它的这个面和那个面是不一样的，这边是大花，那边是小花啊，是小花是不一样的。这是这个侧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雍正御制啊，这个底那个款啊写的就非常的清晰了，这样大家看的也比较清楚啊，看的也比较清楚啊，非常的非常好啊，非常好。好，这个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见的比较多的了啊，这个是用矾红地啊，也有叫珊瑚红地的，也有叫抹红地的啊，九丘图啊，这个九丘图，
这个是它的局部的图案啊，局部的图案。这个底下落的也是雍正御制啊，也是雍正御制。这个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这就它的落款形式啊，落款形式。这种东西呢，我们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答复，说它是珐琅彩还是粉彩。但是到了雍正以后，基本上把它都归到粉彩类啊。这个呢，好像似乎要值得商榷啊，因为这个纹饰是从康熙时候就开始，因为康熙时候那个没粉彩啊，你把它归到粉彩类是不对的，应该还是归到珐琅彩类，就是因为它是防风彩做地啊，然后加上了这么多色彩做搭配啊，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市场当中它这个对它的认定啊，没有达到像康熙珐琅彩、像雍正珐琅彩那么的明确，但是这个品种确实是从珐琅彩里出来的啊。康熙时候有，它是定珐琅彩的啊，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呢提出来，今天我们在大家商榷啊，大家进行商榷。好，这个呢是万花的，我们不能说它万花不漏地吧，至少它是万花或者花卉纹粉彩这个叫珐琅彩花卉纹碗，也可以叫它繁花似锦这个底下用的就是这个蓝料彩款，但是我这个款呢没有找到我这应该要找一找的，没找着。这个也同样如此同样如此，雍正年制雍正年制，看这个上面的色彩和搭配这个呢有一点点那种万花不漏地的感觉，但至少可以这么说，对后来的万花不漏地儿的这种品种，应该说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供大家参考。那么这件东西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我们看到上面的珐琅彩，这个已经无话好说了，但是注意这个里边的牡丹花的叶子看见没有，它用的是墨彩等会儿我们再答底下的问题先看一下这些纹饰和装饰的色彩。这是一个菊花图菊花图的珐琅彩的一个碗这是一个菊花图。这上面题的有诗上面同样银手章银手的闲章是佳丽，底下落的是京城续引这个雌尾的闲章，这上面是绣着三秋干，七分五色帕这个就题的诗，然后加上银手章这种东西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博物馆里边估计还没有主要还是台湾故宫，市场上根本就看不见这种东西这个雍正的绝大部分的珐琅彩主要还是在故宫，包括乾隆时期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照片来学习来研究。好，我们继续。这就是它的底款我们看一下就行了，我们不能花更多的时间。雍正年制。好，我们再继续。这种呢也是一个花卉纹的一个碗这个碗呢不是很大的尺寸不是很大尺寸。这是一个盘，画的也是花卉这个银首饰呢，这个看的因为不是特别清楚银转团团月，
香寒细细风啊，香寒细细风，这就是这个牌上面的装饰技法啊，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这是它的底款。那么这个款的话，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看的都是窝角的，而这个是正方形的啊，这是正方形的。所以在我们的头脑里边，款制的形式、落款的方法、色彩的搭配，都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再来，这同样也是一个啊，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雍正帝曾经提到一半画竹，一半写带灵的字，这一件就是非常明显的啊，一半的一半，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啊，风吹细细香，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跟文件当中啊，跟史料当中可以搭配在一起的啊这一件作品啊，所以我在这儿呢专门提出来给大家认真仔细的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的啊，我们大陆就没有的。这件东西比较特殊，胭脂红地折枝菊花纹盘，大家要注意啊，这件东西是胭脂红地的，底下落款雍正年制，用蓝料款写的。告诉大家，在11年的时候，我们还经手过这个，但是当时没有敢把它咬定了。它是珐琅彩，实际上我们是在鉴定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这个东西就是珐琅彩的，在我们拍卖市场当中曾经出来过，只不过呢，因为大家不了解，所以呢不敢认这件东西。当年我记得在中汉的时候，大概拍过55万，后来又拍了100多万。其实这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讲这个珐琅彩的这个价格来比较的话，这差了远了去了，这连个零头都没有，懂吧？所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注意啊，这是一个珐琅彩的东西，刚开始没有注意，现在慢慢研究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应该是个珐琅彩的东西。我们很多人以为它是个粉彩的，或者说洋彩的作品，这个的确要值得商榷了啊！这个在市场当还能见到啊，曾经出来过，还不是一件，好像有2件，那这又是一件啊，也是胭脂红地的，和刚才那个就不太一样。这就我们见到市场上就有2件了，大家要注意这一类东西啊，要注意这一类东西。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讲。这个菊花的绘画方法，雍正帝曾经有过谕旨的，画菊花一定要画千层菊。我们这个菊花看见没有？它的菊花瓣它的层叠的比较多，哎，这是雍正帝比较喜欢的。他要求画菊花要画千层菊，所以到后来雍正这个官窑也好，民窑当中也好啊，青花里边都有画千层菊的啊，这就形成了一个传统的画法。到乾隆以后倒见得不多了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件东西呢是一个牌啊，这是2个面把它放在了一起了。那么这个上面呢同样要注意，它这种淡淡的绿上面是没有压到的，所以雍正时期画这种单色釉地上面加花卉的，加珐琅彩花卉的这一路子，基本上都是延续了康熙时期的做法，也就是说延续了铜胎画珐琅的这种装饰技法啊，只不过呢它的色彩搭配绘画技法要
远远的超过了康熙时期那种绘画的技法，显得更加的成熟这些画师们这个用笔、色彩搭配更加的艳丽这就是雍正不管是在珐琅彩上面，在粉彩上面都是如此。所以我有的时候可能比较碎一点说话说的比较碎一些，我提到这些经常会和这个粉彩把它联系起来看联系起来看。像这种色地加粉彩的，或者用单色釉加粉彩的，比如说豆青釉、粉青釉上面加粉彩的，是吧？这个都是受到了康熙珐琅彩或者说珐琅彩的影响。那么我们工匠进行了创作，改变思路把一些好的东西又进行了创新。那么像这种东西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工艺是在康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发展。你看我们看到的这康熙的花卉基本都比较大花大叶布满皆好，而雍正不是呀。这个呢又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在讲到康熙五彩画山水人物的时候，尤其是人物都喜欢顶天立地，这个我相信我一讲大家都懂。但是请大家注意，到了雍正的时候这个人物就把它放在了一个适当的空间当中，给你感觉这一幅画由近至远，恰到好处，有那种近身感，而不是一下子杵到你的面前。那么同样也是，我们看这一件淡绿地的珐琅彩花卉这上面画的是什么花？究竟是山茶花还是什么花？我们先不去管它。但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他有意识的把他的近身和空间留出来，使这个花卉在这个仅有的空间当中显得枝叶茂盛，花卉生机盎然。这个呢是我们康熙时期做不到的。我们讲举一反三了，就是这么个道理。粉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这个珐琅彩这个花卉，这个色彩的搭配，淡淡的绿上面用深绿色的叶子，它显得就非常的自然就是我们上一次曾经讲到过，雍正对这个色彩的搭配就不满意，你红地上面再加红彩，这多难看，互相吃掉了。你至少说颜色更淡一些，再加一点深红的颜色嘛，这相互之间还起到个陪衬的作用。所以雍正帝不允许再这么画，太难看，是吧？这些呢，都是与当时的这种要求息息相关。这个东西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这个花卉，你看在这个淡淡绿的这个颜色上面，依然还是显得那么的精致品味依然还是那么的高雅。再加上这个上面有诗“淡妆疏影两依依”，哎呀，这个写的这种书卷气文人气就出来了非常的好看。这个后边是瘦骨相亲，你看这个弦章也落在这个上面，这俨然就是一幅用色彩的叫色的工笔绘画，非常美非常雅致这就是我们每一个镜头前的朋友要来欣赏的地方，也是它的艺术价值所在。这是它的另一面这个我们就不再看了。这是它的底也同样是蓝料雍正年制款这个呢我们
镜头前的朋友啊，大家看一下，知道了它的一种布局、绘画技法、色彩搭配、款制啊，这些就可以了。啊，这个就不用再看了，因为这是一对儿。这个呢，也是一只茶园珐琅彩的竹子啊，和这个月季花啊，或者叫玫瑰花，树枝容艳足，长占40春。它这个没有银手章啊，这有雌尾衔章啊，这有雌尾衔章。但是这个色彩的搭配，尤其是在如白似玉的这个釉面上，就显得特别的艳丽、漂亮啊！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件东西呢，啊，就让我们想到的一个之前我们讲到的一个工匠叫谁呀？叫周文玉。啊，要给他加银两，要从赵万处内库当中要加银两啊，每个月还要享受政府补贴啊，就是这个人，他是用蓝料画这个山水，也就是像我们用青花画山水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什么？这个蓝料彩啊，它和青花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绘画技法相对要难了许多，这个难度很大。但是呢，这位画师啊，用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来形容，终于用蓝料彩在白瓷的白釉面上画出了山水。这个山水呢，依然延续了康熙时期四王的这种山水绘画技法。上面的山石用小斧劈皴啊，然后把它一点一点的勾勒出来，有山有水，还有树，还有庙宇啊，这些都是啊通过他的手笔把它画出来的。这还有啊渔夫啊渔夫啊，这是他的三个面，这是他的带诗的一面啊。这个银手章是瘦如，后边是山高水长，中间的诗是什么呢？一江绿水浮蓝影，两岸青山夹翠涛。这个东西我记得好像苏富比啊曾经拍过一件。这就是说，在市场当中我们知道的流通的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件，而这些其他的基本上都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啊，非常有名的，也是得到雍正帝允肯啊是特别喜欢的一件作品。底下同样是雍正年制啊，雍正年制，这就是周文玉的杰作啊，周文玉的杰作，这都是有清宫档案记录的。这是另外一件啊，因为这刚才那个是撇口的，这个口呢相对要直一些啊。这个颜色呢也跟刚才略微不一样，那个颜色呢，因为这个蓝料彩啊堆得比较厚，颜色呢也比较深。当然厚了以后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光泽度比较强，亮。我们都知道珐琅是什么东西啊？它主要是二氧化硅嘛，二氧化硅里边加了其他的矿物元素形成的，那么所以它的光泽度一定是很强的啊，一定很强的。这也是另外一件啊，这是另外一件啊，这好像是故宫的吧？这是我们北京故宫呢是哪样的啊？这有一件，这同样也有一首诗，诗和刚才一样，只不过呢写的方法不一样，刚才是横着写的，而这个呢是竖着写的，从右至左啊。
也是受辱，山高水长，一江绿水浮蓝影，两岸青山夹翠涛，夹翠涛，这个是一个名作名作非常好。这是它的第一款一样。那么这件东西呢，是一个浅降的山水。大家都知道，我们讲浅降这是我们讲当年黄公望最早发明的一种绘画技法那么从元代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个过程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在明代的作品当中，类似像这样的画法几乎没有见过，倒是清代从雍正开始，这种浅降山水的画法出现了。大家要注意我们这个东西是属于宫廷绘画，但是告诉大家，在民间窑里边同时也大量出现浅降山水。那么我们叫举一反三了。我们过去呢总觉得好像这个浅降山水主要是清晚期，甚至是我们珠山八友画的多，其实不对的。告诉大家，我们清代的浅降是从雍正开始的这个在雍正的民窑当中，比如说盘口双二平比如说盘子这个我们经手过很多延续到了清代同治、光绪到民国珠山八友画这种东西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只不过呢是对我们传统这种浅降山水的一个继承和延续但是在清代主要是从雍正开始，所以在镜头面前我们要举一反三。那么珐琅彩里边也有浅降彩这个有很多人呢会产生一些错愕，这个浅降彩浅降彩怎么搞得跟珐琅彩搞到一块儿去？怎么能叫珐琅彩呢？我底下跟大家再解释现在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绘画风格，完全是和清初四王风格完全一致这是个继承。这是它的另一面，这上面已经开始画人物了。大家注意，我们讲康熙的只会有花没有鸟，雍正完全突破和创新了这个里边有山有水有人物，还有花鸟，还有诗词印鉴，全都出来了这就是雍正的创新。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这个里边也有唐英在里边起的作用唐英在里边起的作用。这是一对碗刚才是站着的，这是一个坐着的这是个坐着的观婆图这是你看海水山石非常漂亮，气势宏伟。大家注意上面也同样有诗的，受辱山高水长，溪上红泉分金路，山中相遇有神仙这是一对这是一对当中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上面的诗。底下看没有，同样也是用的雍正年制蓝料款我在反复的强调这4个字，请大家要注意。这是款的写法，看见没有？我为什么把这款单独拎出来给大家看？看见没？它这个表面的这种反光这种光泽，就说明了问题，它是料彩。大家注意，粉彩当中有很多料彩，就是这个不要以为我们粉彩当中就是加了粉就叫粉彩，其实它是有很多种方法
包括五彩、珐琅彩和粉彩本身几种色彩同时作用在一个粉彩或者阳彩漆油上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材料的时候，要注意如何去区别。我们在粉彩当中很多的这种蓝彩都是蓝料彩，都是珐琅彩啊！我在这儿再强调一次，这个就不去看它哦，再看底下。这是牡丹花啊，这旁边是蜜蜂。我们先看一下这朵花啊，这个绘画的技法，这与当时的这些画师们，刚才我们念到那些画师们有直接的关系啊。先把它看完，这是它的另外一个面啊，另外一个面完全是墨彩啊，完全是墨彩。看见没有？这种绘画技法，这种娴熟啊，完全采用这种工笔的画法啊，我们叫写实啊，画得非常细腻，非常漂亮。这上面飞的可不是蝴蝶啊，我们喜欢用蝶恋花这个词儿，但告诉大家，这可不是蝴蝶，这是蜜蜂啊，蜜蜂。这是一对儿啊，我们就不看那一对儿了，我们主要看一个看款。大家注意底下的款同样是雍正年制蓝料款啊，注意一下。银手款佳丽40长春啊。银手款和瓷尾款啊，闲章款，刃蕊包金粉，重帕结绣囊，点酱啊和墨彩啊，都给大家看了一遍。那么我来回答啊大家刚才提出的疑问。第一个，浅酱彩，它是用墨彩勾勒轮廓，然后在它的空白处加以浅酱色啊。我们叫设色山水啊，最早来源于元代4大家黄公望啊，这个作家创造的这个画家。那么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看了墨彩的牡丹啊，这个富贵牡丹，这个画的是精彩啊，精湛啊，漂亮啊，这个不用说了，非常漂亮啊。这种花卉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画出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和珐琅彩联系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过去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存疑的一件事情。那么后来呢，我专门去故宫啊，请教了耿宝昌先生，啊，那么提到这个问题啊，我给先生讲，我说，那么既然这是墨彩，那怎么和珐琅又联系到一起呢？这跟它完全不搭嘎呀，没有丝毫的关系。那么耿先生讲什么呢？这种啊，同样落的是珐琅彩蓝料款，他的诗银手章同样用胭脂红珐琅彩来描绘。这一路的东西，尽管它是浅酱或者是墨彩，但是它是归到或者说归属于珐琅彩系列。所以如果单独的把它拎出来，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叫墨彩，还是应该把它称呼于珐琅彩。所以这个呢，这个问题啊，那么也是
在请教了耿宝昌先生以后啊，给我这么一个答复啊，那么也算让学生们能够学到这个知识。那么同样也是我呢，也是把我知道的这些情况转告给我们镜头前的所有的朋友，希望你们也知道，这个东西虽然用之于墨色，但是它是归珐琅彩系列的今后我们看到这种东西就不能大而化之的，因为它的颜色是黑的就叫墨彩，不是这么个概念还是应该叫珐琅彩珐琅彩。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我在这儿呢已经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底下再继续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曾经碰到过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胭脂红